小气啊！冒昧的，将锦觅仙子请至这太虚幻境之中，还望锦觅仙子不要介意。不是找我问罪的天帝陛下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哈哈，真没想到啊，居然在梦中跟天帝陛下相遇了，哈哈。此处乃是太虚幻境，乃是仙家魂游修炼之所。偶尔幻境现于凡间，则被凡人称为海市蜃楼，以为是海中天蟾、吐纳之气所成。我初闻此说，也不免为之一笑，以为凡人无知。直到9万年前，我夜游至此，见他踏水而行，步步生莲。隐去之前，他于雾气中那回眸一瞬，我方知晓何为幻境，何为海市蜃楼。小神天界太微，敢问仙子芳名？自他逝去，天界从此再无春色。我也许久没有来到此地。真是想，方才在那朦胧雾里面，我险些将你认错，但仔细一看你的容貌，又没有一处相似。他不爱笑，我与他相识9万年，见他展颜，也不过10次，偶尔一笑，也是转瞬即逝。他不像你这般春光明媚，甜如蜂糖。若非我，他这9万年间，断然不会只有这么一点点笑容，也不会就这样在疗寂中终了此生。世人已矣，还请天帝陛下节哀顺变。天界与这太虚幻境已于4000年寸草不生，听闻锦觅仙子可以信守栽花，你不妨在此种些青莲如何？怎么突然就扯到种花了？不愧是凤凰他爹，思维都如此跳跃发散。听凤凰的意思，他好像也是我爹。理当尽孝。好。果然，天地节哀，锦觅只能以此来聊表我的劝慰之情了。你可知我方才所言乃是何人？锦觅尚且年幼，且常居水境，这所识之人嘛，都是一些蔬菜水果的。像您说的那种万把年才笑一回的深沉之人，实在没有。不过1日少10回的肤浅之辈倒是多的是。恕锦觅见识浅薄，不知道天帝所说的是何人。方才所言之人，正是花神子芬。锦觅仙子仙龄4000余岁，难不成没有见过子芬？
从没见过。真想不到，他竟然恨我至此，连自己的血脉也不肯相见。天帝陛下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梦做得太奇怪了，天帝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进入我的梦中呢？鲜花神明明是半脸，而我呢却是颗葡萄，怎么会是我娘亲呢？这对父子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发散。哎，不对，这明明是我的梦啊！看来是我发散了，都怪这凤凰，白日里净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入梦太深，该醒醒了。看来不是一般的梦啊。算了，既梦之则安之，难得梦见回天地，不如向他讨一些灵力，做一个灵力大涨的梦，也不算是白梦一场啊。天帝陛下，若是您喜欢看我种花，我可以经常给您种；若是您派我去天界做个花匠亦可。只是这个，怎么了？你有何难处？尽管直言。锦觅呢，灵力不高，虽然平时勤学勉励的修行，但是还是个小精灵而已。栽花种草的伎俩虽略通一二，但还是要凭借外物之力才能够变换，所以让天帝见笑了。想必是子芬封住了你的元灵。这样吧，我授你一些灵力，你且回去修炼749日，便可修炼出真身。这锦觅如何受得起天帝陛下赐予锦觅的灵力呢？好孩子，你我之间本不必如此生分。我授你一些灵力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多谢天帝。可是你的修为不深，我只能授你5000年的灵力。5000年？多谢天帝，多谢天帝。若非我数万年前一念之差，众方主也不会与天界为敌，你我也不必夜里才能元神相见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。来一晚上就给我5000年灵力，你都不委屈，我委屈什么呀？希望这个梦真的不是一个梦啊！我欠子芬的，都会慢慢的补偿于你，只是有一言你要谨记。天帝陛下但说无妨，锦觅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要切记，断然不可与旭凤、润玉生出男女情谊，你可明白？天帝放心，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是在享天后寿宴上出现的葡萄精灵吗？那精灵和他确实有几分神似。因为看见那小精灵，我也会一直忆起子芬。这许多年，你虽然从未对我提起过子芬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她从未离开过。林秀，假
嫁给我，委屈你了。我并非怨你，这些年你与我相敬如宾，岁月安然，我已知足。只是看到你心结未解，难免替你难过。林秀，若是想他了，就去看看他。好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是。你先斩后奏，把那个小妖精放回花界，现在才来谢罪。牧神息怒。你堂堂火神，尊贵的天地之子，平日里这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你，却与这等不成体统、连仙级都未入的小妖做朋友，甚至不惜为了这个小妖当众顶撞我怎么能够放心？锦觅多次救过儿臣的性命，也正是因为他的法力低微，儿臣不得不出手相助。锦觅年幼无知，比较生疏，但他并无恶意。你告诉我，你真的只是为了报恩，还是对他生了感情了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就答应我，从此不再见那个小妖精，那母神就会宽恕他无罪。昨日我已在长房主面前承诺，今后与锦觅再不相见，母神可以宽心了。宽心？只有你真正的当上天帝，统领天界，与穗禾成婚生子，母神才能真正的宽心。母神又多虑了，儿臣还要赶到教场练兵，先告辞了。若不是我多虑，你能有今日这样的地位？殿下学业方歇片刻，又何必急着去花界，劳累伤神呢？听闻长房主素来待下严厉，这次我偷带锦觅私游凡界，又差点在天界闯出祸端，只怕长房主不会轻饶锦觅。我要去趟花界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。是。糟了，他定不会轻饶锦觅。天后对殿下已经心存芥蒂，这个时候殿下若贸然前去，恐怕只会火上浇油，更难以收场。旭凤昨日如此笃定锦觅乃父帝血脉，父帝昨日看锦觅的眼神又的确有异。我去请父帝。好，那我去花界一探究竟吧。一切小心。果子精锦觅，此番冒充鲜花神后人，得了天地5000年的灵力，连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会怪我吧？我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，如果您缺什么的话，可以托梦告诉我。锦觅上刀山下火海，一定会把您伺候得好好的。在这里，我就先谢过鲜花神啦。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，其实应该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的。不过我不在天界，只能找扑哧君一起来庆祝啦。天后娘娘，我之前小试牛刀能换来扑哧君，没有想到我现在的灵力大涨以后，居然换来了天后娘娘。啊！
天后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在你死之前，我教你一点规矩。天后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规矩啊？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也不管你和旭凤还有润玉之间是什么关系，就凭你这张脸，我就可以杀你千百次。你和子芬还真挺有缘的，死在这里，也算你死得其所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已经有半个时辰了。母神冲动易怒，若是父帝再晚，只怕锦觅他。锦觅是我的骨肉，我如果贸然出头的话，屠瑶就更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样，你速传本座的口谕，就以你母神寿诞之后封赏诛仙，大赦天界之名，将你母神召回来。既然是父帝的血脉，那便是润玉的妹妹，请父帝放心，儿臣必当尽全力护持。水神先生，你不知道尊卑法度吗？不去诗风不语，倒来干涉我干什么？洛林当然知道尊卑法度，只不过本神与鲜花神乃是故交，今日特地前来墓地祭拜，却不料看到这个孩子，险些被人夺了性命。哼，我来处置一个小小的花精，与你有何干？锦觅乃是花界精灵，既然是在花界，唯有花神与长方主有资格论罪。子芬已经仙逝，在子芬的墓前对一个低阶精灵下此毒手，天后于心何忍？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尊卑法度，说白了，不就是为了一个子芬吗？你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这个小妖精吧？因为她跟子芬长得有点像，是吧？不管于公于私，洛林都无法坐视不管。你认为你能管得了吗？母神让润玉好找吧。小雨仙瓜，见过水神先生。小雨仙瓜，救我！儿臣叩见母神。本座并没有让你起来。回禀母神，儿臣乃是奉父帝口谕，请母神速回九重天，商议封赏诛仙、大赦天界事宜。天后母仪天界，自当坐镇天庭，谨言慎行。倘若惊动了众方主，闹到天帝那里，恐怕会有损天后贤良仁德的名声。好啊，夜神现在翅膀硬了，越来越厉害，竟然敢拉帮结派和我作对了。儿臣不敢。母神，请吧。哼！水神先生，锦觅仙子，告辞。多谢水神先生。锦觅仙子可是在为子芬守坟？不过就是一点小心意罢了。锦觅，繁花似锦觅安宁。
淡云流水，度此生。这是子芬生前挂在案前的2句诗，是我亲手为她抄写表挂的。没想到，子芬尚有一丝血脉流于世间。水神先生，若如您刚才所言，锦觅难道真的是鲜花神的，还有天帝的骨血吗？哎呀！哦，蒲世君，锦觅，你每次能不能有点准头啊？早晚被你弄骨折。也有唐突见过水神先生。严佑君可是来花界玩耍？没，严佑从来不寻花问柳，是锦觅仙子召唤我，方才闯入花界的。哎，你灵力见长啊？难道水神仙上也是你召唤来的？你能召唤严佑君，施的是何咒？我的灵力低下，我用的就是一般的召唤术。严佑君的真身乃是水蛇，锦觅可能换水？之前火神说我体质阴寒，所以让我练习了一些水系术法。冰英宝变过1、2次，但未试过换水。那你试试呗。我现在，好吧，那我今日就当着水神仙上的面试试吧。换！哎，你这个灵力啊，换水还是不行。我再试一下嘛。换！锦觅，你这普通妖精逞什么能啊你？怎么样？好大一坨云，好黑一坨云啊！锦觅，赵方主，水神仙上，锦觅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看，下雪了，我把雪召唤出来了，我召唤出来了。陛下，今日为何水神也去了花界？好像是去祭拜鲜花神的。本来天后想对锦觅仙子痛下杀手，毁花神种，没想到水神仙上及时赶到，救了他一命，甚至不惜顶撞天后。水神向来淡泊世事，不置于物。这2次见到锦觅的反应，也未免太过反常。我再去花界看看，天后若再有动作，速来报我。如何？可是灵力耗损太过所致。
刚才那场大雪是锦觅召唤的，若非锦觅属水，如何能召雪唤颜佑呢？锦觅到底是何身份？如果锦觅只是一个普通精灵，你和海棠坊主又怎么会如此紧张？牡丹不过是花界的丝花小仙，水神的事情，莫非自己还弄不清楚，还要他人转述不成？锦觅和子芬太过相似，却自言是葡萄。洛林实在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。锦觅从生来便由你们照顾，今日能解这个谜底的，唯有你们花界众坊主了。我还说锦觅这迷糊劲儿是天生天养，原来这竟是有源头的。难道？难道锦觅真的是？水神问我也没用。牡丹有所言，也有所不能言。我等花界坊主曾向主上发过毒誓，若有半分泄露，愿自毁元神谢罪，望水神见谅。锦觅体内真气大乱，水神是否渡了灵力于锦觅？这是本神初次私见锦觅。锦觅体内灵力底蕴深厚，且行走霸道，以我之力，并无法消解呀。为了锦觅的性命，如今也别无他法了。如何？锦觅体内火阳之气甚旺，不知是谁给他渡了这么多的阳气，冲撞了他的阴寒本性。今日若非我在此，恐怕性命堪忧啊！多谢水神先生。若是锦觅出了丁点差错，我等如何向鲜花神交代？锦觅，原来是我的骨肉。先生一定是误会了，怎么会呢？那什么，既然锦觅性命已经无碍，那我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改日再来探访。神人背后无是非，哪个神仙没故事？此刻没有外人，你们也不用再瞒我了。我知道你们在子芬面前发过毒誓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。方才我已经探过锦觅的元灵，你们想瞒也瞒不住。
我只问你们一句：锦觅可是在霜降临世的？果然。蜜儿，这4000年来，我都没有尽过一点做父亲的责任。子芬离魂天外，我有何面目去见他？蜜儿，蜜儿，爹爹扶你。来，爹爹，先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是爹爹我没有照顾好你。你若不愿意认我，我也绝不会怨你。不是锦觅不愿意认您，是先生您认错人了吧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子精，天生天养的。我就算是想坑蒙拐骗，也不敢找您碰瓷儿啊，是不是？傻孩子，你怎么可能是果子精呢？方才我已经探过你的园龄了，你确实我与子芬的骨血无疑。子芬，哪个子芬啊？偌大的6界，谁敢不要命撞这个名讳？鲜花神，我是鲜花神的孩子。我的妈呀，这梦真的是不可乱做。太虚幻境，我冒充鲜花神的后人，骗了天地5000年的灵力，果然是遭了报应。鲜花神啊，你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吧！快醒来，1、2、3。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。我做了4000年的果子精，我现在是一滴水啊，还是一滴花啊？你的元神想必是子芬用迦兰印给你封印住了，所现真身并非实体，也因此你的灵力修炼有所阻碍，人身也显得略稚嫩了些。等爹爹带你去师尊玄灵斗母元君那里寻求解数，就可以还你原来真身了。赵方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先主隐瞒此事，本是想要护你周全。既然你已经在天界露出了真身，便是瞒不住了。有水神仙上护着你这个闯祸精，也好。现如今爹爹遍地种马，昨天见一个，今天又见了一个。不过连长方主都这么说，多半是真的啦。没想到我也有爹爹跟娘亲了。爹爹，您真的是我爹爹吗？爹爹带你回家，日后爹爹绝对不会再抛下你了，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。好说好说，都好说。不过，你们都说我是鲜花神的孩子，可是鲜花神已经仙逝4000多年了，我连他一面都没有见过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你母亲虽然不在了，可还有爹爹呀。只要有爹在，爹爹会永远陪着你的。啊，对了，蜜儿啊，现如今你身上火阳之气甚旺，
你是从何得来的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现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，取回你身上相克的灵力。不是我要的，是他给我的，他给我的，我也要还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灵力？不还，你就等着吐血吐死吧！不是，是昨天夜里天帝提我的元神去太虚幻境，是他给了5000年的灵力，跟我没有关系吗？天帝，他与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，他也是我爹爹。笑话！真是化天下之大忌，这般厚颜无耻之徒，怎配做天界之主？哼！若非天帝，仙主怎会魂飞魄散，含恨而终？言他是锦觅的弑母仇人也不为过。爹爹，我呸！他也好意思？海棠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子芬究竟因何而去？4000多年了，你们究竟想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仙主因何而去？说起来，水神仙上当年亦贡献过一份力。今日，我就是违背当年对仙主立下的誓言，自毁元神，也要将真相说个明白。天下男子皆薄幸，如今锦觅长大了，却一个个要捡现成的爹爹来做，当年却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仙主为保下这个孩子，拼尽了一身的护体修为？4000年前，锦觅咕咕坠地，仙主合眼之时，正是水神小登科之夜。先上春风得意，看桃花尚且来不及，又何尝有闲暇念及旧人？够了，海棠，锦觅还在里面。若是让锦觅听到这些，我们万死难辞其咎。锦觅也要被牵扯进这上辈人的恩怨情仇中，何必呢？难道说子芬是死于天元208612年霜降，而不是13年夏至？华姐隐瞒，子芬死讯近1年，为何？当年，海棠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锦觅还在里面。若是让锦觅听到这些，我们万死难辞其咎。锦觅也要被牵扯进这上辈人的恩怨情仇中，何必呢？难道说子芬是死于天元208612年霜降，而不是13年夏至？华姐隐瞒，子芬死讯近1年，为何？当年，海棠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众方主当年都向仙主立过誓言，仙上就莫要再逼问了。二位房主，今日小桃桃找回爹爹，千万莫再让他伤了心。现在就进去陪陪他吧。如果仙上想要叙旧的话，与我老胡叙叙便是。老胡，你也算是子芬身边的人，当年发生了什么事？
你定然知晓。先主既然一直想要保守着这个秘密，恐怕就是不想让先生增加更多的烦恼。不过，既然先生不愿意做一个糊涂的傻瓜，那便做一个伤心的明白人吧。当年天帝还为天界二殿下之时，是如何步步为营的赢得先主的芳心，这个先生恐怕比老朽更为清楚吧。天帝为了顺利登基，与鸟族结盟，娶了鸟族的公主屠瑶为妻，背叛了先主。先主得知之后，是情灭神伤啊！幸亏先上你的仁善，对先主是万年如一日，先主对先上也是日久生情，这本是一件悬崖勒马的好事情啊！孰料天帝登位之后，顽性不改，竟然继续纠缠先主。可是先主执意不从啊！那天帝他便恼羞成怒，强行玷污了先主。他竟敢对子芬用强！可先主当时并不知道，已经怀上了锦觅，恼怒之下，便去了忘川。姑娘，你在我和权位之中已经做出了抉择，你我早已是陌路，如今你又这般羞辱我，让我愧对洛林。我只有跳下这忘川，洗清我这一世的耻辱和情伤。先主欲饮忘川之水，忘掉烦恼，被天地阻拦。先主欲跳入忘川，甚至自毁元神，又被天地施法拦截。我是天帝，整个天界都是我的，我不准你死，更不准你忘记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天帝将先主拘禁于七武宫中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为让先主死心，天帝密谋为先上与封神指婚，并故意让先主听到。水神封神到！陛下，专程召我和林秀，所谓何事？师兄，洛林心中早有所属，虽然不是他心中所想，但是洛林早已决定，非他不娶。我为你与林秀赐婚，不只是我的意思。眼下六界动荡，水神与风神联姻，才能鼓舞天界兵将的士气。洛林，难道你要违抗天命吗？谢陛下美意。洛林公主您与屠瑶公主永世和美，但要洛林违背本心，就算削了洛林的神境，沦为凡人，也恕难从命。
下息怒，灵秀与若琳、子芬同门修炼千万载，情同手足，实在是不能夺人所爱。屠瑶那时已经如愿嫁给天帝，她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哎呀，天帝当时是为了时事才不得不娶屠瑶为妻，可心里他一直惦记着仙主，甚至想娶仙主为侧妃。但屠瑶知道了，焉能不恨他？主上，主上，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主上，我拒婚之后，曾来花界探望过子芬，但她竟然对我说，她的心里从来没有过我。自始至终，只爱过天帝一个人。你还是回去跟林秀成亲吧。仙主陵园屋内已被毒火焚烧至重伤，他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冷言冷语地对仙上，希望仙上能够放下他。他不想让仙上为一场无可挽回的情事搞得狼狈不堪，唯愿仙上与封神夫唱妇随，称心美满。我想与子芬一生白头偕老，然世事无常，没了子芬，何谈称心美满？锦觅幼时护世，孤苦伶仃，我又怎能原谅自己？我定要手刃那毒妇，就算神形俱灭，也要为子芬报仇。逝者已矣，仙主元神俱灭，就算你为他报仇，他也不可能往生。况且，仙主的遗愿就是希望这花界太太平平的，莫再有冤冤相报。仙主怕小葡萄像他一样，耽于情事，郁郁而终，所以令众房主严守这个秘密，让葡萄终日以难状世人，10000年不得逃出这个水境，并由老夫我时时看管。本以为小桃桃这辈子能快快乐乐，无忧无虑，谁想到天意弄人呐！
竟然是你！报仇归报仇，你怎可利用锦觅，将我花界少主置于危难之中？你可知道，那天后险些杀了他？伤他乃天后所为，实非我所愿。我不会再帮你了。难道玉兰方主真的要背约？是你先背信弃义，我早就有言在先，报仇归报仇，绝不能牵扯进我花界众人。既然决定报仇，哪有万无一失？你若但凡再敢给锦觅招来半点伤害，我定不饶你。长方主一向铁面无私，法度严密，不知你我结盟之事，如果传到他的耳朵里，玉兰方主下场如何？不论如何，如今你我在同一条船上，既已涉水，焉能收手？请好自为之吧。殿下，锦觅怎么样了？多亏有水神先上出手相救，锦觅已经无碍了。锦觅竟是水神之女，依照4000年前的约定，她便是我魏国门的妻子。她不是天帝陛下的骨血吗？父帝赠予她的灵力与她自身灵力属性相冲，水神已经亲自试探过了，确认了锦觅就是他的骨肉。不久，便会当众认亲。匡禄看得出来，殿下很是开心。我从未这样开心过，但也从未这样忐忑。我听着水神与长方主他们谈论起父帝与鲜花神子芬之间的旧日情事，水神对父帝与母神颇有介怀，恐怕未必会应允这门婚事。就算他们以前有什么过节，婚约早已经定下了。上神誓盟，天命昭昭，任谁也难以违背，不是吗？可是我知道，旭凤也心仪于锦觅，他的心思或许能瞒得了别人，却骗不过我。我实在不忍心伤他。那你就忍心放弃锦觅吗？火神殿下自幼就有天帝和天后的宠爱，生来便是嫡子，他已经拥有许多了。而殿下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，长夜与野兽为伴，从来不去争抢什么。如果连妻子也让给别人的话，那也……一次，旭凤，我就这一次对不起你，往后我再100次1000次的还你，你会怪我吗？长方主，今日站在这里，你如实给本座交代，锦觅到底是不是本座的骨血？先主英明在上，陛下问多少遍，牡丹都只有一个答复：锦觅并非陛下血脉。你休要瞒我，子芬乃是天元208613年夏至产后而亡。若按时间推算，锦觅正是本座的骨血无疑。陛下弄错了，锦觅并非夏至出生，而是前一年的霜降日所生。本座知道，当年是本座对不起子芬，令她含恨而终。我也知道，你们都为她抱不平。可是这几千年来，本座一直在找机会，来弥补当年的遗憾。你们也不想看到锦觅变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吧？
陛下莫非忘了，当年先主因何而逝，因谁而逝？就在前几日，天后寻至花界，毁先主方冢，锦觅险些命丧天后之手，陛下不会不知吧？倘若陛下还顾念一丝往日情分，就莫再将先主唯一的血脉置于危境中了。天后那边，长房主尽管放心，我自会去斡旋，让他乃至整个天界都接受锦觅。区一个锦觅，何敢劳烦天帝费神筹谋？到时帝后失和，天界动荡，锦觅可担待不起。天界多歧路，当年先主以上神之尊都屡遭暗算，何况一个孤弱的孩子？锦觅有花界这方遮风挡雨之处足矣，还请天帝放他一条生路。也罢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但你须知晓，虽时过境迁，本座却初心未改。本座有朝一日，一定要与锦觅相认。我要风风光光地把她接回天界，也算对子芬的在天之灵有一个交代。既如此，牡丹拭目以待。鲜花神，我来看你了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叫你一声娘亲了？娘亲，我认了爹爹了，就是水神先生。他跟我说你生前最喜欢吃这个鲜花饼，巧了不是？我最喜欢吃的也是鲜花饼。喏，我给你带来了。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，可是是我亲手做的，味道还不错，你别嫌弃啊。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。说实话，这4000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我会跟你在什么样的场景相见，可是竟然没有想到，是以这样的方式重逢。之前我还在想，等见了你，我肯定要跟你说好多好多我心里话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此之前，我都跟你说的差不多了。你还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娘亲啊！我以前可羡慕连翘了，因为一到吃饭的时候，他的娘亲就会让蝴蝶喊他回来吃饭。我就想着，如果我有娘亲的话该多好，我娘亲也会喊我吃饭。结果我现在知道我有娘亲了，我就更羡慕她了。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娘亲啊？把我生下来不管我，还把我拘在水晶里4000年，让长房主骗我是一颗无父无母的葡萄。你还掩藏我的真身，害得我灵力低下。我跟水神爹爹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吗？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我在情书里哎，算了算了，虽然你对我不够意思吧，但是好歹也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嘛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跟爹爹以后会好好的，等我以后有时间了再来看你吧。我走了。
先上，趁着今日锦觅去祭拜子芬之时，有一事要向长方主请教。先上言重了，牡丹必定知无不言。我探锦觅真身之时，发现她的体内除了迦兰印，还有另外一道禁制。我问过老胡，他却怎么都不肯说。此事你可知晓？这禁制是先主当年亲手种下的。先主算出锦觅万年内将有一劫，以此给锦觅消灾挡祸。但具体是什么，我们也并不知情。当真？不过还请先上放心，先主当年种下这禁制，全然出自一片父母之心，对锦觅并没有任何坏处，还望先上放心。既然是子芬的意思，罢了。张姐，水神是锦觅的生父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允丹的真相告诉他？水神先上一向心慈手软，顺应自然。以他的脾性，要是知道这允丹是压制锦觅天性的，多半会将他取出。万一要是应了先主谶语，锦觅遇到了万年情劫，到时候我们又如何向先主交代？以后在九霄云殿上，可不能再乱说话了。放心吧，弟弟，我就在那儿乖乖的坐着，听你们说话。我不多言不多语，我也绝不跟天后对话，这样他就拿我没什么办法了。天后若是再为难你，也不用怕他。水神先上，水神先上，属仙。水神先上，这是去往何处啊？带小女去一趟九霄云殿。这是小女锦觅，蜜儿，快见过蜀仙先上。先生好。看你行色匆匆，可是要下界？我正要去寻先生。蜀仙寻我，所谓何事啊？锦觅仙子，小鱼仙光，这么巧，你是要去巡夜吗？还不着急，时候尚早。对了，锦觅仙子前日里返回花界，诸位方主可有为难啊？那就好。锦觅仙子此番来天界，一定要小心。如今天后余怒未消，恐怕会对锦觅仙子不利。此番不如携润玉随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小鱼仙官，莫要为我担心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你上职。你我说话这功夫，估计已经耽误你挂星布业了吧？并未耽误，承蒙锦觅仙子上回所言，喜欢润玉，润玉打从心底里感激，能为锦觅仙子效劳，自是在所不辞。只是润玉自幼便有婚约在身，恐怕要辜负锦觅仙子的一番美意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小鱼仙官，就算你有婚约在身，我也照样喜欢你的。我亦喜欢你。润玉见过先上，适才大意，不察先上神迹，还望先上见谅。润玉不知先上何时来的，但想必听了些许方才我与锦觅仙子的对话。小鱼仙官，润玉在此向先上请罪。小鱼仙官，不知夜神何罪之有？本神愿闻其详。润玉大罪，罪在不应该背负着附地于水神仙上
为润玉所立婚约，却对锦觅仙子动了感情。润玉虽非大贤大圣之人，但也不止三心二意之言。既然润玉与锦觅仙子已经互生情愫，日后便只能将心交与他一人，断然不能再与他人成婚。如此，势必要违逆与水神长女的婚约。润玉自知罪无可恕，还望先上责罚。我明明就是水神长女啊，她为何提出喜欢我，却又不能跟我成亲？啊，是了，小玉仙官并不知情。夜神，快醒起！快起来吧，小玉仙官。夜神可知，若违此约，有何代价？无非削神级，贬下贱。如果能与锦觅仙子相守一生，放弃这天界浮华，又如何？啊，那万万不可！下界凡人命如沧海一粟，区区几十年，白驹过隙，却经历生老病死之苦。为了蜜儿，夜神不惧。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润玉心之所向，九死不悔。好，今日夜神之言，本神记住了，希望夜神不要忘记。蜜儿，走吧。哦，告辞了，小玉仙官。别怕。今日本座喜得这6届音律第1的凤首箜篌，又正值家宴，大家不妨品评一二。难得我儿文武双全，又抚得一手好琴。我从旭凤小的时候便教他，琴道乃大自由之境界。如今星辰日月江海，人情世故百态，旭凤皆能信手拈来，化之为琴。只有我儿才配得起这6届第1凤首箜篌。天后教子有望。启禀陛下，水神先生求见。好，水神颇懂音律，正好让他品评一下。快有请。是。锦觅，蜜儿，凤凰。水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九霄云殿岂是精灵之辈随便踏入的？水神，莫非是有要事相商？不如各位先行散去，改日再异想天籁。且慢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不过想请天帝收回小女身上这5000年的火阳相冲之力。小女，正是。锦觅乃是我与子分之女，
水神，你别被这个精灵给糊弄了，他真身就是颗葡萄。当日诸仙有目共睹，若说是水神和花神之女，未免荒谬。你还别说，锦觅和子芬长得的确有几分相似啊。丹珠，你也如九仙一般，脑子糊涂了吗？老眼昏花了。天后所言极是，仙上可莫要认错了。不劳天后挂心，若非人心险恶，子芬怎么会在锦觅诞生之时起便施法术压制其自身灵力？天地可知当时花神因何仙逝？花神之事，实乃天命。6界神录有载，花神本是佛祖座前一半莲，入因果转世轮盘，本因湮灭，不想错入3岛10洲，为水神与玄灵斗母元君所救。一旦踏上大殿，便回不了头了。天后早在虚凤涅槃失踪之后，就深深忌惮于我。若真与水神结下姻亲，天后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况且，匡禄以为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哪怕遇到一些误解与阻碍，也是值得的，不是吗？我心下有数。此逆天之行，终必遭惩戒。花神寿终不过灵力反噬之果而已。水神昔年出手相救时，就该料到有此因果之报。说起6界神录，其中也有记载，业火乃破灵之术，分为81类，琉璃净火居其首，又分5等，毒火为其尊，是天灵，焚武内。仅历任火神能掌握此术。当年，夜神殿下到。润玉见过父帝，见过母神，见过水神仙上。润玉婉儿，不必多礼。听闻父帝近日得了上古绝音，凤首箜篌，润玉不兴挂业，故而来迟。如此看来，果然是错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。平生憾事，又多添一桩。水神，可知锦觅真身为何？水神若不告知，那本座又如何解其火灵呢？锦觅生于霜降之夜，能栽花换水，体质极寒，真身乃是一片6瓣霜花。霜花，夜降昭示，来去匆匆无踪迹。这轻飘飘的，倒不如那葡萄富态可爱啊。锦觅仙子，不知水神仙上所言，究竟是为何意？果然体质阴寒，非我所出。真是太可惜了，5000年的灵力啊！不想竟是水神之女，可惜了。父帝之意，莫非锦觅仙子是仙上之女？锦觅
就是水神的长女，也是你未过门的妻子。蜜儿许配给了润玉，那凤娃怎么办呀？认爹爹套餐吗？认爹爹送丈夫，还得买一送一的？谢父帝恩典，多谢水神先生。小鱼仙官为人最仗义，与他相处倒是自在。可是，蜜儿，你愿意吗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旭凤，成亲嘛，好说好说。谢谢天帝跟爹爹的恩典。不如锦觅仙子就先别这根葡萄藤吧。那谢谢小鱼仙官了。听闻前段时间火神在凡尘不慎遗落这环帝凤翎，不想竟被锦觅仙子错失，现在也该完璧归赵了。这个本来是我捡的，不过这件凤凰已经送给我了。旭凤，你还不快点收好！今日可真是个吉日。如今水神仙上得女归，夜神得妻正，火神失误返，真是可喜可贺，三喜临门呐！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送出去的东西，岂能有收回之理呀？何况我已是在锦觅仙子处的，何止区区一只凤翎啊！若是归还，就一并都还了，不然就一样都别还。送出去的东西，岂能有收回之理呀？何况我已是在锦觅仙子处的，何止区区一只凤翎啊！若是归还，就一并都还了，不然就一样都别还。言下之意是要收回那1000年灵力？不行，刚刚才失去5000年灵力，不能再雪上加霜了。我不还，一样都不还。明日戌时，6字值班，等我。爹爹，我怎么觉得做了水神爹爹的女儿，好像大家都没那么欢喜？锦觅仙子自己欢喜吗？锦觅欢喜，水神欢喜，润玉也欢喜。殿下，殿下，
不想这锦觅竟是水神之女，还与夜神早有婚约在身，真叫人意外。不过倒也真是，他们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？难道不是吗？这可是天帝定下的婚约。那又如何？殿下，你该不会对锦觅动了真情吧？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。他做你书童的时候，便与那个夜神十分亲近。如今他与夜神有了婚约，却还在扰乱你的心。此等轻浮的女子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就算殿下一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也莫要忘了，有些事情逾越不得。未曾想，你与子芬竟然还有一个女儿。当年的子芬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们竟一无所知。若是你我都知道子芬的性子，若是能重来，恐怕结局也是一样的。若不是当年听信天地谣言，我又怎会与你结为夫妻？这般伤害子芬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要说错，皆是我的错。我不该听信天地，害了子芬，也耽误了你。我们要替子芬讨回公道。我何尝没有这样想过？子芬之所以隐瞒你我，恐怕也是担心我们会为了她不顾一切。她如此煞费苦心，我们要再莽撞行事，岂不是辜负了她？她向来都是替别人考虑。如今一切已成定局，你我再自责，已是无用了。能够认回锦觅，或许是子芬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。日后行事得更加稳妥。今后我就是锦觅唯一的依靠。还有我，以后锦觅便也是我的女儿。凤娃，凤娃，你干嘛一个人杵这儿啊？脸色还这么差。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锦觅是水神之女呢？唉，葡萄没了，光剩皮上那层霜了，凉飕飕的，都不那么可爱了。哎，对了，凤娃，这对你来说可是件好事啊，因为他跟你可是没有半分血缘关系的。该高兴的是润玉，她现在是润玉的未婚妻。哎呀，几千年前的老黄历了，既然是未婚，那便算不得夫妻啊。你还是有大把机会的，叔父啊，看好你哦。方才在大殿上，我知道锦觅不是父帝的女儿时，我不知道有多欢喜。可紧跟着，他和润玉有世事难料啊。凤娃，你不会是想要放弃吧？我不知道，一直以来，但凡我拥有的东西，都会和润玉一起分享。可今天，我却
可唯独锦觅，我没办法拱手相让。你说是不是我太自私了？傻鸟，这是真爱啊！试问天底下哪个男子肯把自己心爱的女子拱手让人呢？可我和锦觅的未来，注定是一条崎岖之路。且不说天帝和水神的上神之事，就光母神这一关，就很难过。对方若是旁人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是我的兄长，打不得，整不得。根据老夫多年观察呀，古往今来，但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，那多半是脑袋一热直接上阵，那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哪来那么多瞻前顾后啊？叔父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老夫可没工夫跟你瞎掰扯，当务之急啊，是要先弄清楚锦觅的心意。只要你俩心意相通，别说是父地母神了，就是那上青天的斗母元君呐，也没办法把你们给拆开。只要你俩心意相通，别说是父地母神了，就是那上青天的斗母元君呐，也没办法把你们给拆开。若是归还，就一并都还了，不然就一样都别还。我不还，一样都不还。殿下，东西准备好了，搁这儿吧。是。殿下，查得如何啊？自打黑衣人最后一次出现，潜入了水神的落香府，属下便日夜派人在门外盯梢，但始终未见其再现身。这期间，只有蜀仙频繁进出，与水神下棋。属下认为这二人嫌疑最大。蜀仙？可黑衣人修的是水系术法，蜀仙乃是一介散仙，修的是土系术法。属下明白，属下这就去查。站住！你明白什么了？你去查什么呢？水神。谁让你去查水神的？殿下适才。你有确凿的证据吗？水神和夜神有翁婿之谊，他们二人修的都是水系法术。这天界能伤殿下的，除他二人，不做他想。你一拍脑门子就能想到的办法，别人自然也会想到。此事无非是两种结论：或如传言所说，想谋害我的人就是夜神和水神，但是痕迹又太过明显，以二位的心性和谋略，不至于出此下策；或者，这个黑衣人在下一盘大棋，意在挑拨我和夜神、水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一定会再次现身。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，此事不宜声张，盯还是要盯的，但是要外松内紧，最好营造出一种不再继续往下查的假象，这样把大部队撤回来，派几个机灵点的，暗中打探。属下明白，去吧。先生，预备何时责罚我呀？今日我可是来请罪的。那日小鼠不慎走失，竟引得锦觅仙子触怒了天后，
若非蜀仙之功，我父女此刻还无缘相认，正不知如何感激呢。那我倒要向先生讨个谢意，陪我下这一局如何？这难道是？正是水神与洞庭君未下境的那一局十恶事。杀招太盛，那日我便投子认输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即便今日，也是如此。哎，唉，如此轻易认输，这棋下得好没意思啊！不如我让先生二三子。今时今日，你我对弈，哪里还在乎什么输赢？只不过是图一个心境清明罢了。蜀仙回去要好好劝劝洞庭君，常诵清净经，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则神自清。洞庭君日日忧思前尘往事，心境怎会安然？难道先上你就毫不在意那些曾经令你痛苦不堪的伤心事吗？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何必徒增烦恼，顽执不化呢？先上修为超凡，心怀悲悯，在天界德高望重，一呼百诺，便是这洞庭君也甘愿俯首。难道非要做一个闲云野鹤方外之仙，岂非可惜？我生性不爱争斗，又不贪恋权位，朝堂之事素与修仙背驰。现下我寻回女儿，不求繁花似锦，但求淡云流水，安度此生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我知道此番劝你不动，然洞庭君也无法奈我何。这一局平。先上的棋艺又精进不少啊！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须是天意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多留蜀仙了。好，那小仙就告辞了。请留步。回去告诉洞庭君，道也无名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小仙明白了，日后当不会再来叨扰先生了。先生保重。那锦觅扮作书童，在弃无宫里与殿下朝夕相处，殿下怎能不被他迷惑？还好他与夜神早有婚约，可算是断了他的念想。还好，你没看到昨日润玉着急认亲的样子吗？这位夜神大殿可不像我们旭凤这么单纯，他心思重着呢。他这么着急跟水神缔结亲事，可不就是为了早日可以跟旭凤分庭抗礼吗？凭他也配吗？看来你和旭凤的婚事要早日定下来，先下手为强，巩固旭凤的地位，绝了旁人不该有的心思。男女之事，自然是两情相悦才能水到渠成。我这一个巴掌也拍不响。哎呀，傻孩子！要知道，男人对男女之事都是后知后觉的。你呀，便拉下一点面子来，主动一些。殿下哪里是后知后觉？左右他见我是无知无觉，对锦觅那可是先知先觉。姨母竟没瞧见吗？昨日殿下的眼睛，一刻也不曾离开那锦觅。火神殿下到。你先到后面去，我探探旭凤到底是何意。是。武神，
润玉与锦觅的亲事，你怎么看？那是4000年前父帝与水神仙上定下的婚事，锦觅并不知情。天命之下，不外人情，婚事也得自己喜欢才行吧。我并不是问你，他们两人是否情投意合，我只是在提醒你，润玉和水神已结为姻亲，这6界中看似平和，实则暗流汹涌。现在润玉和锦觅定亲，等于是有了花界的支持，和水神、风神的助力。你一个人在前面浴血奋战，后面却有人图谋不轨，小心腹背受敌。母神不妨有话直言。那你何时跟穗禾成亲？儿臣前几日已经回过母神了，旭凤年纪尚轻，暂无成家之心。那是前几日的事，前几日我纵容你，可是今日不行。润玉夺嫡的势力已成，你必须跟穗禾尽快成亲，否则兵权旁落，那是早晚之事。鸟族是名门望族，只有穗禾的势力和地位，才配得上你的身份。说儿臣不孝，我无法娶穗禾为妻。为什么？儿臣与母神不同，儿臣只想与自己心爱的人厮守一生，并没有母神那般雄心壮志。为了权位，放弃所爱，说儿臣难以从命。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的母神，母神为让儿子坐上帝位，难道要罔顾我的幸福吗？母神跟儿臣说的这些话，儿臣出了这紫芳云宫便会忘了，一个字也不会向旁人提起。也请母神忘了吧。儿臣军务在身，告退。你必须得牢牢记住这些话。我今日所言，终有一日你能明白，世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知道你何时才能清醒，可是眼下，你必须得跟穗禾成婚。穗禾，你莫要怨他。殿下一定会明白姨母的苦心。穗禾又怎会怨恨殿下呢？要怨，也是怨那水神之女锦觅迷了殿下的心窍。没想到，锦觅居然是你的孩子。我也没想到，陛下也曾经认为锦觅是你与子芬的孩子。洛离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洛离，我对子芬是真心的。你口口声声说对子芬是真心的，那你为何要伤她的身，毁她的心？我知道，这都是我的过错。我是被妒忌冲昏了头脑。我让你跟林秀成亲，是为了留住子芬，可是没想到，他还是含恨而终。你可知子芬是如何死的？花界传讯说，子芬回去之后，整日郁郁寡欢，最终含恨而终。子芬，你真的不愿意让我告诉他吗？你知道我与花界都情愿为你复命。这一切罪孽，本座愿一力承担。承担？子芬已经不在了，我自己的女儿，4000年来从未见过她自己的母亲，你又该如何承担？我知道，这4000年，每每想起此事，我都不能原谅自己。洛离，我现在以好友的身份恳求你，
我希望你跟子芬能够原谅我，我已经失去了子芬，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知己。我是不会原谅你的，否则我就对不住子芬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遵从子芬的遗愿，不再为此事冤冤相报。为了让更多天下苍生共享太平，只牺牲子芬一人。我知道，锦觅是你跟子芬的孩子，等她嫁给了润玉，她也会称我一声父弟。届时，我将为他们举办一场天界最隆重、最盛大的婚礼，也算对她、对你跟子芬做一些微薄的补偿。若不是锦觅钟情润玉，我断然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与天家再有任何瓜葛。以你在天界的威望，我不能让你对我有丝毫怨念。不过锦觅，我会真心实意对她好的。这便是4000年前父帝与水神立下的婚帖。好字好字，这太微二字遒劲有力，若灵二字飘逸清奇，至于你的润意二字嘛，行云流水，却透露出峥嵘风骨。小玉仙卦，你连字都写得这么好，果然是仙毒不可限量啊！一般一般，现在还劳烦锦觅仙子补上你的名讳。可是我的字写的不是很好看。无妨。那好吧。字写的不好看，误了你们的一手好字，可别见怪啊。锦觅仙子过谦了。你这字体似曾相识，仿佛受过名家指点。什么名家指点啊？都是凤凰逼我写的，我跟着他也就练了100来年吧。原来如此，旭凤最善飞白体，神采飞扬，飘逸显眼。只是单字尚可，若字字都用飞白体书写，未免失之轻浮，不合章法。来日方长，我教锦觅仙子行草为碑，如何？又要练字啊？我能不能不练字了？我都已经这样写了好长时间了，况且我从握笔开始就这样写啊，我都已经写习惯了。退下吧。是。哎，小乖乖。看这是什么？吃吧吃吧，来。好好好，给你放地上，你自己吃啊，吃吧。哎，乖。来，吃吧。哎，真乖呀。小年纪就知道吃软怕硬，有前途，有前途吗？润玉并无什么珍贵神物可赠予你，只有这眼兽还算稀罕少有。若锦觅仙子喜欢，便让她从今往后与你出入随行。过些时日，待她稍稍再健壮一些，便可做代步坐骑。还请锦觅仙子莫要嫌弃。怎么会嫌弃啊？骑路可比自己飞省力多了，是不是小乖乖？以后那就辛苦你啦。我尽力不吃胖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，乖啊，去吧。锦觅仙子，润玉清寒，一生与寒夜为伴，
无尊位，少亲友，倾其所有，不过几只小兽，一件陋事。他日锦觅仙子若嫁与我为妻，必要受些委屈，锦觅仙子可会嫌弃？听闻凡是女子总要嫁人的，嫁谁不是嫁呀？况且小玉仙官灵力高强，往后一起灵修，定能长进不少。不嫌弃啊，我觉得还挺划算的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灵修啊？不着急。哦。从今日起，我便唤你蜜儿，可否？当然可以啦。哎，你说这个花儿啊，它气性可真够大的，都这么多日了，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绽放。锦觅仙子可知，这昙花也有一段凄美的传说。是吗？什么传说？传说万年前，昙花爱上了为他日日浇水除草的尾天上神，日日开花，季季灿烂。可是，他并不知道，他所爱慕的上神潜心修道，早已断绝了七情六欲。昙花等了上神几千年，也等不来上神一次回眸。而每年仲夏之夜，上神都会下山采集凝露监察，昙花就会选在这个时候，耗尽他一整年的精气，绽放它最美丽的一瞬。是昙花并不知道，并非上神无情，而是上神早已争得魂元，身归天地，无法有情。原来是这么悲惨的故事啊！那这个花儿可是个坏兆头的花儿，我回头换一朵送给你吧。怎么会是坏兆头呢？要多亏有这昙花，蜜儿才能坐在我身边与我共赏。再耐心等几个时辰吧。那我先去步行挂夜了。今日虚实，不见不散。好的，小仙官。何人胆敢擅闯南天门？追！追！追！是我。殿下，据破军星君来报，方才有人夜闯南天门，闯入者似乎是蛇仙，目前正在全力缉拿中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正要去找他，加派人手，今夜务必助破军活捉燕游。属下明白。再去派人把夜神请来。遵命。去吧。聊天。殿下，帮我去把这个盒子给锦觅，再替我跟他道个歉，就说今夜我有事耽搁，不能去赴约了，改日再去见他。殿下，锦觅待你这样，咱们还给他送灵力粽子，还要道歉，聊天替你觉得不值。什么值不值的？快去。怎么了？我的香炉被人挪动得一寸二分，不好！今日有人来过啊？你确定不是风吹的吗？
可有异常啊？万幸，并没有翻动过的痕迹啊。我说蜀仙大人，你上次可把我给害惨了。你那小耗子一放，可深深让我身上平添了许多罪过。少主那日实在不应该出手将锦觅仙子救走啊。眼下恐怕天后和火神早已对你我都有所怀疑了。锦觅真身已露，其实已经助我们达成目的了。我又怎么可以忍心看我那娇滴滴、水灵灵的美人儿被那只老母鸡给啄死？少主那样护着她，可是对她动了心思。你可知这位仙子是何身份？知道，水神之女嘛。她与夜神有婚约，和火神走得也很近。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啊，他们兄弟二人迟早会为她争风吃醋掐起来，好事儿啊！你呀，既然如此，你干嘛去招惹她呀？锦觅是我的挚友，她心思很单纯，我实在是有些不忍将她牵扯到这场恩怨当中。哦，对了，恩主派我来给水神送信。最近七无宫的人严密盯梢落香府，今日幸而我劫了你的道，否则你真的是自投罗网。火神他已经疑心上水神了，一直按兵不动，也不知道这火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老样子，这信还是由你来转呈。我几番试探，水神从未查看过恩主的信，前信也尽数退回。今早，水神也向我言明，他新晋任女，只想安享天伦，无心参与我们的大计。我看，就不必再去争取他了。他想过他的安生日子，也得看天后答不答应。那这信罢了，时局瞬息万变，锦觅仙子与夜神联姻，必定难容于天后，到时候就由不得水神了。这信我留着，虚图后继。糟了！怎么了？那些信不见了。看来我已经暴露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也别去找水神了，赶紧走。我不能将你一人置于险境，要走一块走。你见过哪只打洞的老鼠无处脱身了？放心吧。锦觅仙子，嗨，这就是火神殿的那个书童锦觅，就是这个精灵啊。他呀，幸好和夜神殿下结了亲，要不然的话，不知道还要祸害多少人呢。昨日我听见了桩趣事，火神殿下将还帝凤灵送予了锦觅。真的，还帝凤灵可是凤凰一族的至尊圣物，护体法器，只能给自己最亲近的人。天后大婚那天，他把自己的还帝凤灵当作信物赠予天帝。现在火神殿下这般，妖孽啊妖孽！哎，我一没杀人，二没放火，怎么成妖孽了？锦觅仙子，小仙失言。锦觅仙子恕罪。走。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，在那边，走吧走吧。慢点儿，慢点走，小乖乖啊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花。看把你开心的，好，慢点儿。不对，现在是不是已经虚实了？明日戌时，留此置办。等我。明日戌时，啊，不就是现在吗？完了！
哎呀，凤凰肯定要气到杀死我了。哎，小乖乖，你自己先玩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乖乖，好了，那个花不是还没开呢吗？是不是？等花开了我再陪你开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你别咬我了，你别拽我了，听话，放开我。这不是七武宫的了听仙士吗？你是，你是大殿下的仙士吧？正是。仙士来有何事？二殿下让我来给锦觅送东西，方才去了洛香府，那里的仙士说今日他在你们这儿，便过来喽。仙士真是辛苦了，不如我帮你送给锦觅仙子，然后你早点回去休息，如何？哎，这位仙子，方才你是没听清楚吗？二殿下可说了，让我亲自当面的把东西送给锦觅。怎么？你们玄机宫还想克扣不成？我好心好意帮你送东西，你也太小人之心了吧？锦觅仙子跟我们家大殿下已经有了婚约了，说起来也应该是我们玄机宫的人，并没有见你之礼。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锦觅可是认识我家殿下在先，凭什么你们家殿下横刀夺爱？先来后到，说得好。锦觅仙子跟我们家大殿下4000年前就已经定下婚约了。要说横刀夺爱的话，应该是你们家二殿下不守规矩吧？好，反正我也不想见他。二殿下可说了啊，给锦觅仙子道个歉，跟他讲，今夜有事无法赴约，改日再约。花和东西我可都带到了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要是殿下问起来，我一定来找你。知道了。别咬我了，小乖乖。哎，听话。哎呀，你先让我走好不好？哎，你别咬我了，别拽我了，听话。我真的有事儿，我晚去的话我就死定了。哎，小乖乖。哎呀，放开我，小乖乖，放开我好不好，小乖乖？哎呀，你别再咬我了，别拽我了，听话。我真的有事儿，我晚去的话我就死定了，小乖乖。锦觅仙子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跟他说一下，别拽我了，我正有事儿呢。哎呀，锦觅仙子是去赴二殿下之约吗？是啊，他好像有什么事要找我吧？哦，这是七武宫那边的人送来的，给我的。伶俐粽子，嘿，七武宫那边的人说，二殿下临时有事不能赴约了。嘿，这个喜怒无常的鸟儿。那小鱼仙官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殿下在回来的路上被二殿下叫去议事了，恐怕会耽搁一阵。看来这个凤凰心里还是蛮关心我的嘛。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哦，请说。既然你跟我们家大殿下已经有过婚约了，那咱们就不能跟七武宫那边的人牵扯不清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样对你、对大殿下、二殿下都不好。哦，姻缘天注定，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前尘往事，就一并摘了吧。姻缘，乱七八糟的往事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一鸟一兽，要约一道约我，要爽约一起爽，怎么这么有默契啊？他们两个干嘛去了呢？我知道了，如此境界，非灵修不能到也。这两个小气的人，灵修这么好的事儿都不叫我，切！也罢，我自己吃粽子喽。
我已封锁了南北天门和一切出口，正在合力围剿他。一会儿捉到他，我会带人合围，不怕他不拼尽全力。至于引蛇出洞后，后面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，只要严佑敢拿出3分修为，我定能勘验清楚。我有预感，这条蛇8、9不离十。原以为我与锦觅的婚约会让我们兄弟2人生分，没想到你还是一心为我着想。大殿哪里话，一事归一事，施舍大殿的清誉，黑衣人又是冲着我来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还你一个清白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殿下，蛇先往玄机宫方向去了。糟了，锦觅还在我宫里。赏花，吃灵力粽子，快活似神仙。500年灵力的粽子，看来凤凰真是越来越大方啦。扶墙花已动，疑是遇人来。蒲池君，给我出来！一猜就中，美人儿，难道你此刻心心念念的也正是我？切，唉，没皮没脸，又能吟出这么酸的诗。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除了你，也没有其他人啦。昙花又叫月下美人，今夜月下美人赏月下美人，真是好事成双啊！哎，你说这火神和夜神是不是神经病啊？放着这么一个好好的月下美人不赏，偏偏要大肆捕杀一条无辜的小蛇啊！他们要抓你啊？是要把你抓去做蛇羹，还是泡药酒啊？你简直比他们还狠！哎，长话短说，方才我被破军追得紧了，慌不择路才逃到这里，所以啊，顺道过来跟你辞个行。这么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喽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，还是说真的？他们真要抓你啊？我能做什么帮得上你的忙吗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假意绑架我，你拿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你有刀吗？我去给你找一把刀，你等会儿啊！哎，回来！你是不是传奇画本看多了你？我还不想这么早被火神挫骨扬灰呢。你不是说他们要抓你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还不算无药可救吗？若早有这等觉悟，哪会落得这般天地？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是说，如果大家有误会的话，其实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嘛，误会解开了就好了嘛。过来。我不过去，你把它放了我才能过去。你去吧，本仙还用不到你这个小葡萄来保护你。拿下！不是，护士君犯了什么罪了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围攻他？回头再给你解释。
是来劝架还是打架的？如果是打架的，大可不必了。我顾不着凤凰一个人就能灭了他。哎，小仙姑，你快去劝劝他们，让他们别再打了。你赶紧劝劝他们吧。别着急，我需要验证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放心，我们目前还不会要了他的性命。哎。方才我见你水系术法修为尚可，不知遇见你们水系大宗师夜神殿下能打过几场？我们夜神只修水系，打不过的话，不妨加点火灵调剂一番。猪，是他！快走！蜀仙，我要面见天帝。追，是，走。想不到你还有同党啊！容我换身衣服。天帝面前，自有分说。看紧他，小心他自强。属下明白。快走。寿宴上既然引起了天后的注意，索性就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同到天帝那里，这是鸟族的兵力部署。我去1秒钟与隐雀长老下棋时留意搜集的，替我转交给恩主。切，要交你自己交。拿着。莫回头。今日的事，你休要再管。先生不要冲动，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从长计议。快走！那答应我，3月初我们洞庭湖再议。好。火神涅槃当日，打伤夜神，以兵灵偷袭火神，可是你所为？小仙有罪，今特来自首，谋害火神，冲撞夜神，一切罪行共认不讳。你可知，谋害天帝之子，
是何等之罪？天后娘娘驾到！拜见天后。天后，你来的正好，火神与夜神已将黑衣人缉拿归案。好啊，你们接着审。本座也想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我们天帝的嫡嗣？可有人证和物证啊？启禀父帝，火神涅槃当夜，儿臣曾与黑衣人交过手，不慎被灵火珠所伤。今日蜀仙又做夜行装扮，夜闯玄机宫，我们在蜀仙身上搜到了证物。这灵火珠从何而来？故人相赠。故人？灵火珠乃天界至宝，你仙阶低微，到底是何人？夜神和火神与你有何仇怨？你要下此毒手？并无仇怨，乃是出于义愤。义愤？我且问你，蛇仙颜佑可是你的同党？他素来轻浮无状，寿宴上他掳走锦觅仙子，坏我大事，我怎屑与他为伍？大事？你有什么大事可图啊？到底是谁命你谋害火神？又是谁指使你扰乱本座的寿宴？是水神还是夜神？父帝，母神此言先入为主，未免有失偏颇。父帝，母神关心则乱，一时激愤，还望父帝见谅。天后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天后，莫要诱使小仙攀咬他人，铲除异己。此事全系我一人所为。好一个敢做敢当的蜀仙！那我且看看你担得起担不起了。呈上来。果然是天后。启禀天后，属下已搜寻各处，蛇仙生性狡诈，行踪诡秘，尚未寻其下落。刚才去蜀仙府拿人，他并不在府中，但是搜到了他跟各路仙家往来的密函，请天后过目。你速速将蜀仙给我秘密提来。是。这就是蜀仙与众仙来往的书信，陛下且看看，到底平常他与谁走得最近？妖君半月后与洞庭湖对弈，水神下一局棋而已，为何千里迢迢跑到人间？这里面肯定有阴谋。传水神。是。水神与你有何阴谋？洞庭湖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我与水神乃多年棋友，只不过相约湖上泛舟对弈，消磨时光罢了。在你府中搜出了玄机回文锦，你作何解释？渔船尺素，鸿雁传情，天后管得宽了。就凭你这副尊容，怕是用邪魔妖术与水神私相授受吧？各花入各眼，我甲子府怎会有水神私物？障眼法，难不成收在他落香府，亦或是玄机宫？这是灭日冰灵的炼化之法。此乃极端阴损毒辣的水系禁术，有人蓄谋已久，要置我们凤儿于死地，望陛下
彻查到底，宁可杀错，也不能错漏。水神先上到。属仙，拜见天帝天后。方才听说偷袭火神的黑衣人现已缉拿归案。没错，现在正在核查定验。水神，不妨一道来听听，火神与夜神既然与你无怨无仇，为何要行此悖逆？这禁术到底是何人授意？背后是何人指使？灭日冰灵的秘籍和灵火珠，确实出自陛下的陈籍。陛下不妨细细回忆，这2件灵宝曾经赠与谁人？方才小仙已言明，此事无人指使，乃我一人所为，全然出于义愤。怪就怪火神乃天后所出。断极鼠辈，岂敢在此放肆！今日我便放肆一回，将你的罪业昭彰于天下。屠瑶，自你登上天后之位，便挟势弄权，大兴鸟族。鸟族今年共进新兵2万余名，我又将原来一鸟州各州重新划分，酌情提拔了8名新将领，便于属里各区。姨母觉得如何？纵容穗禾公主党同伐异，拥兵自固，华界断鸟族粮草数月，天后大笔一挥，代差代行，竟私自开放天界8大粮仓。花界仗着天地隐忍，才如此嚣张狂妄。传我一旨，开放天界8大粮仓。花界断粮，为何我不知？为何不向我上报？陛下日理万机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！屠瑶只是为陛下分忧而已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瞒着我！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本座？屠瑶举措失当，甘愿受罚。可是屠瑶一片丹心，天日可表。母神无心之失，念他一片赤诚，望父帝宽恕。起来吧。对内，延秀公禅弑神戮仙；对外，纵容火神用兵伐攻奸能，既无母仪之态，复无容人之量，阴险毒辣，无出其右。我枉为圣孝之首，前身所守1000余年，实在不忍见天界被你搅得乌烟瘴气。今日，我便是粉身碎骨，也要匡扶天道，为那些无辜枉死之人出口气。你，火神涅槃夜确是我动的手，只为断你后，让你也尝一尝离丧之痛。你寿宴上那只老鼠，也是我有意所放。我早已查明，锦觅仙子乃水神之女，故意搅扰，逼你发作。非如此，如何将你心胸偏狭、心狠手毒大白于天下？非如此，如何逼水神与你势不两立？非如此，如何激起花界与你针锋相对？你可知污蔑谋害上神，乃泯灭元神之罪？亦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我是一心为公，还是挟私罔上？公道自在人心。敢问陛下，可曾还记得花界为何叛出天界？可曾还记得立则肃离？住口！岂容你在此隐隐而谈，搬弄是非。这肃离可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此事已经一目了然，属仙包藏祸心，谋害火神，顶撞天后，挑拨上神，桩桩件件都罪无可恕。既已认罪，该当伏法。我就知道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
小仙只能效力至此，恩主日后就托付于你了。洞庭君，保重。陛下，这鼠辈一介小仙，怎么可能生出这等事端呢？他背后定有同伙，而水神和素离……够了，天后，适可而止吧。水神一向与世无争，况且夜神与锦觅也早有婚约，乃是本座的儿女亲家。水神怎么可能会与鼠辈勾结？贼鼠既已认罪伏法，过审。儿臣在。定验结案吧。儿臣遵旨。润玉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如今已经真相大白，总算是还了你一个清白。谢父帝。起来吧。水神，锦觅这孩子我非常的喜欢，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早把她视作自己的骨肉。我看不如尽早安排，让她与润玉完婚。父帝，陛下，小女修为尚浅，尚未得道飞升，恐非殿下良配。水神，你此话是何意啊？那贼鼠搬弄是非，挑拨你我君臣之意，本座是一概不信。你可千万不要中了他的挑拨之计啊！父帝容禀，蜜儿与仙上方始相认，还未尝得享天伦。仙上舍不得嫁蜜儿也是有的，不如将蜜儿多留闺中几日，一来可让蜜儿承欢仙上膝下以尽孝道，二来天界礼数繁多，蜜儿初来乍到恐怕不太适应，容儿臣慢慢教导，也不至于乱了天界法度。三来父帝与仙上历代河山，千载君臣鱼水情，儿臣又与蜜儿两情相悦，非彼不娶，非彼不嫁，两家早已亲如一家。这婚事迟与早，其实并无大碍。好，就依我儿的意思办。夜神得一娇妻，又拜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泰山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大家都是天家骨肉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。旭凤也到了适婚年龄，跟穗禾也是两情相悦。不是，这贼鼠悖逆，陷害火神，并非事出无因。我看你还是要修身养性，为子孙多造福。先腾出精力，整肃内宫，管好你的鸟族吧。旭凤，天都亮了。是啊，心力交瘁。大殿倒是神采奕奕，不愧是夜神。习惯了。对了，你可知素离是何人？不知道。方才大殿上，属仙一提到这个名字，父帝和母神的反应未免都太过激烈了。是啊，父帝正在大殿上，就将蜀仙就地正法，又匆匆结案，确实反常。素离这个名字，我似曾相识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怕又是父帝风流账上的一笔债吧？还是一笔浓墨？你想想看，灵火珠一共就2串，
一串父帝大婚当日以聘礼赠与母神，没想到这个素礼也有一串，不简单。我对父帝的这些事儿实在是没兴趣。你要有兴趣就慢慢琢磨，我去教场了。我知道你放不下锦觅，但不管锦觅是否真的喜欢你，你们都不可能在一起。什么意思啊？倘若我将花神的死因据实以告，他定不愿意相信，反生抵触之心，不好规劝。锦觅的生母鲜花神子芬与母神素有嫌隙，就算没有我，水神也不可能让你们在一起。他们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方才在殿上你也看到了，母神口口声声要拉我和水神下水，险些动摇天罡。父帝为了安抚水神，才又将我和锦觅的婚约提上日程。别说你是天后之子，就算是我，刚才水神的态度也十分勉强。大殿方才的那一出，以退为进，真是高明。旭凤自叹不如。可是大殿别忘了，母神平素里虽严厉了一些，但她熟知天条律例，怎么会知法犯法？谣言多半是不可信的。这些年来，母神的手段到底如何，想必你我都清楚。她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又怎会放过一己？我言尽于此，信不信随你。我自会找母神问明白。旭凤，不论如何，我们都是骨肉至亲。我实在不愿意看你在无望的感情当中越陷越深。大殿好意，旭凤心领。可是锦觅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众人皆知，我与锦觅有婚约在身。不管你怎么想，言行切记分寸，切莫给他招惹非议。那就要看锦觅的心思了。大殿，殿下，方才破军行军来报。什么？儿臣见过母神。昨天折腾了一晚，你不好好休息，还一大早来给母亲请安呢。儿臣不累。儿臣来是有件事想问母神，还望母神能够据实相告。哦，要问什么事？有传言说母神与鲜花神交恶，蜀仙还说母神弑神戮仙，究竟？原来你一早跑来，是为了质问我，是吗？儿臣不敢。蜀仙是什么东西？他的话你也敢信？弑杀天神是犯了天界大罪，你单单只凭他几句挑拨，就跑来质问你的亲生母亲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是这么恶毒的一个女人。母神见谅，儿臣只是关心母神。母神没有生你的气，我们是至亲。只是有件事真的让我心寒，就是你父帝轻信了贼属的几句挑唆，让润玉越过你，一心操办润玉的婚事，连你的婚事他都不顾了。母神，儿臣有言在先，我只把穗禾当成我的妹妹，绝无男女之情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就只有锦觅吗？现在锦觅已经是润玉的未婚妻了，难道你要两兄弟去争一个女人？这成何体统？穗禾有什么不好？
他手握鸟族的势力，现在润玉已经得了水神和花界之势。只有你取了穗禾，天帝的位置你才能稳稳地坐上。我从来没想过取代福帝。今日蜀仙的事情，已经让福帝对母神很不满了。另外，昨夜儿臣在蜀仙的甲子府中，看见一小贼化作黑烟遁去，经儿臣手下追查，这小贼潜入了母神的宫里，思绪有违，犯了福帝的大忌，还望母神早做处分，日后谨言慎行，别再触怒福帝了。儿臣告退。废物！两件事，你去查一查4000年前鲜花神陨逝的真正原因，再去查一查一个叫素离的人。末将领命。你可有何心愿未了？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此心安处是吾乡，无心安处又在何方？这天界不宜久留了。蜀仙先生，你爽约了。偷袭火神时，你可曾受人一柄？灵火珠少了一颗。交给我吧，此事你切莫再插手。万万不可！你若有什么闪失，我如何向根主交代？回去务必转告恩主，借机用人，事缓则圆。洛离，你应该知道，本座来找你，是为了何事？陛下虽然在大殿上替我说话，但终究还是信不过我，认为我与蜀仙相互勾结。本座想听你亲口说出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的和陛下一样多，但据本座所知，蜀仙在天界与你交往过甚。你二人时常切磋棋艺，难道就不曾聊些别的？若他想跟我说些什么，或许我早就能够认回锦觅了，也可以早一点知道当初子芬所受的种种了。蜀仙虽然暗有所图，但陛下也不能如此草率便处决了他。他说的太多了，本座不能不顾及天下的颜面。仅仅为了颜面，便不顾是非了吗？洛离，你虽然选择清静对视，但你心里应该明白，本座在乎你，信任你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本座失望。
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你就摔出去了。我才不怕呢，摔出去有爹爹保护我。锦觅，你看，我说什么啦？我说爹爹一定会接住我的。你看，你吓死我了！再相信你爹爹，也不能开这种玩笑。万一出了什么闪失，该怎么办？知道了。今日我与林秀要好好谢谢两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未尽半分做父亲的职责，亏欠蜜儿甚多。多亏了有诸位照顾陪伴，才能使她平安长大，大恩不胜感激。长房主，自蜜儿降生以来，一直仰赖你无微不至的照顾。今日落临于我，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照顾少主，本是我应当做的。锦觅，我与二位先生商量，你身子才愈，不宜远行。等天界那边的风波过去了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你再搬回洛香府，与二位同住。这段时日，我就请二位搬来花界，一道照顾你，可好？真的吗，长房主？我们搬来花界，一起照顾你，还可以教你修习灵力。也好，我可以给蜜儿做好吃的。真的吗，林秀姨？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羡慕连翘了。以前连翘的娘亲老做饭馋我，现在好了，有林秀姨给我做饭了，我再也不用馋她娘亲做的饭了。对吧？蜜儿，快尝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真热吃。别怕，众人都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好吃，但是我做的鲜花饼还是拿得出手的。尝尝。哦。果然好吃。林秀姨，没想到你做的鲜花饼居然这么好吃，比我做的还好吃啊！你呀，跟你娘真的很像，都这么爱吃鲜花饼。不过呢，性子可完全不一样。你娘呢是水芙蓉，风露清愁，而你是木芙蓉，凌霜尽欢。林秀姨，你给我讲讲我娘的事儿呗。我不敢问我爹爹，我怕我问他，他会难过。自从你娘被你爹发现的那一刻起，很多事便早已注定。师尊，何事慌张？弟子于山林中发现了这个小娃娃，恳请师尊救他性命。这并不是什么小娃娃，它乃佛祖座前的一半莲，误入了因果转世轮盘，奸淫灯灭，有事方从光的间隙中
错落在我这三岛十洲上。他的元神本该明灭，若要挽其魂魄，洛林，你慈悲世间万物，须知万物皆有它的自然之法，其原乃天定，逆之便起孽。师尊，若能留得他一缕元魂，弟子愿承担这反噬之果。那然后呢？后来呀，我们3个人一起在三岛十洲修习仙术。师尊令我掌风，洛林思水，子分不花。闲暇之时，月夜之下，你娘控花，我御风，你爹爹照雪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风花雪月。林秀仪，你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，让人好生羡慕啊。不过为什么我娘会爱上天帝呢？爹爹明明这么好。怎么风流多情的天帝啊，自是手段高明。当时他还是天界2殿下，一日梦入太虚，看见子芬，惊为天人，便生出爱慕之意，指天誓日要寻得此女。因此他寻遍6界，苦苦的追寻，终于在人界遇到了正在听戏的子芬。小芬在花园之内，得垂柳半枝，闻听得唧唧速度是我们回去吧。原来我心心念念不得者，竟然是传说中冷淡清寡的花神。后来他得知子芬是爱听折子戏，便常常以戏文相邀，隔三差五请子芬去听戏。戏里呢，丽人成双；戏外，深情款款。子芬本涉世不深，心思单纯，日久天长，怎不沦陷呢？缘和爱，因和恨，殊不知情深缘浅，方为梦也。没想到你还会唱戏啊，唱得这么好听。因为你娘爱听啊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学会了。我和你娘的情谊，不比你爹爹的少。林秀仪，我知道你那种感受。我以前有个最好的朋友，他离开了，我也很痛苦，所以我知道你那种感觉。不过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娘不在了，但是我以后会每天陪着你跟爹爹的。我和子芬情同姐妹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。对了，无相心经背熟了吗？背得可熟了。那好，明天一早背给我听。今日先歇着吧。李秀仪，慢点走。早点歇着。短
短一篇梵天咒，竟让你背得如此颠倒坎坷。一共49条，你只背对了5条，倒也是实属不易啊。唉，以前总觉得当凤凰的书童苦，没有想到当爹爹的女儿一样不容易啊。于秀仪平时那么温柔的人，教起仙术来比凤凰还苛刻。怎么，蜜儿在埋怨爹爹啊？爹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爹爹，有没有想过，你闺女多半不是一块修仙的料啊？蜜儿，爹爹让你修行，并非是为了要给爹爹长脸。修道一途甚苦，但可以磨练心性。爹爹不想让蜜儿成为一朵温室的花朵。现如今，爹爹陪在蜜儿身边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但终归有一天，爹爹要天人五绝，化归天地，无法永远保护蜜儿的。爹爹，我不要你这样说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，唯有久经磨砺，经历风霜雨打，方能砥砺成才。爹爹让你修炼，修的是明辨事理，修的是自尊、自爱、自强。日后俯仰天地间，行走任逍遥，无愧于大道良知，更不会折腰俯身任何人。望蜜儿日后能理解爹爹的一片良苦用心呐。嗯。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出神。想起和子芬的一些往事。林秀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我没想过这些。真没想过？真的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就没有想过会与怎样的男子成亲，相守一世吗？此生有你和师兄作伴，足矣。那你是喜欢师兄喽？你可不要胡说。师兄风朗俊逸，容颜才气皆是天界数一数二，你不喜欢？那你呢？你喜欢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快推我呀！快点快点，把我推高一点。来了。那你小心点啊，不要摔倒了。哎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！来了。哦。子芬。之前还说，蜜儿和子芬性子不同，可如今细细想来，她们母女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时光久远，我都快忘了，子芬偶尔也有贪玩的时候。岁月匆忙，可惜子芬走得太早了。幸好我们还有这些愉快的回忆。
从前，我一直天真的以为，我们三个可以永远在一起不分离，快活一世。不过好在，他把蜜儿留给了我们。世事无常，这数千年来，我没有尽到半分做父亲的责任，着实愧对蜜儿。来日方长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蜜儿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是一位好父亲。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。明日，我便带蜜儿去求见师尊。这青莲怎么缺了一半？蜜儿，洛林拜见师尊。锦觅拜见尊上。起来吧。谢师尊。谢尊上。这便是你和子芬之女。正是。弟子恳请师尊解除小女身上伽蓝封印，事过唐突，还望师尊见谅。丹血填井，徒劳而已。难道不能解？不能解，灵力就长不了，那肉怎么办？还望师尊明示。将死之人，伽蓝之液，解与不解，并无差别。师尊慈悲为怀，解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，弟子斗胆，恳请师尊渡小女一命。活一命，非慈悲；活百命，亦非慈悲。普度众生，方为慈悲。山中一猛虎，伤重将死，救或不救？当然要救。不痊愈而归山，不迷路，食若兔。虽活一命，却伤百命。慈悲不得法门，乃屠害生灵耳。锦觅纯良，不染世故，断然不会伤及他人，还请师尊明察。其手六界尊，我今发宏愿，恳请师尊帮助锦觅渡过此劫。洛莲定当上报4重恩，下济3途苦。生又何尝生？死又何曾死？相由心生。世间万物皆为画像，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；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锦觅，你过来。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愿此饭香能助你渡劫。谢谢尊上。尊上，我听说您就是传说中的大罗金仙，修为深厚。我找您很久了，为了见到您，我每日都刻苦修炼。
我积攒了好多灵力呢。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叫肉肉，您能不能把他给救活呀？你们很快便要相见了，不过终究是要诀别的。真的吗？谢谢尊上，只要能够见到他，我别无他求。小女冒失了，还请师尊将其封印一解。多谢师尊。爹爹，蜜儿，看起来这封印算是解了。嗯。只不过这大劫……嗨，无妨。尊上不是已经给我香灰了吗？再说了，有爹爹跟林秀仪的保护，我肯定没事的。好吧。嗯。这一遭走的真不知道，还得了个不日将亡的消息。那肉肉是何人呢？肉肉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过他现在只剩这株多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刚才尊上也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还会再遇到他的。难得蜜儿重情义，一直挂念在心。好了，爹爹要下界不语了，你先回水镜等我，千万不可到处乱跑。知道了，爹爹路上小心。嗯。你就是那个锦觅仙子吧？不知道友说的那个是不是我这个？不知天界有无同名仙友，莫要误会了才好。与夜神大殿有婚约之盟的那位。如此说来，我正是你说的那个锦觅。在下有一事想问仙子，还请仙子恕在下冒昧。无妨无妨，你问吧。我父亲说，无论天界还是人间，男子3妻4妾才是大丈夫。夜神殿下娶了你之后，不知还能娶别的神仙吗？锦觅仙子是否会介怀？那是夜神殿下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，不介怀，不介怀。这大胡子天兵，莫不是看上小鱼仙官了吧？不知夜神殿下喜欢怎样的女子？只记得小鱼仙官说过喜欢我，却没听过他说还喜欢其他什么神仙。他应该喜欢我这样的吧？哦。不过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呀？在下有一个朋友，一直仰慕夜神殿下。哦。哎，不过情爱之事我也不甚明白，要不然让您的朋友问问月下仙人，这方面他最懂了。见过火神殿下。你是新来的天兵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属下是夜神帐下。既然是夜神帐下，眼见就要入夜了，怎么不去做准备？在这里干什么？夜神殿下说可以劳逸结合，该休整就……属下这就去准备值夜。去吧。小锦觅，你果然守信用，这么快就来看我，看凤娃了？狐狸仙，见过叔父。乖。小锦觅，自从你的真身变成了一朵霜花，就这么一日日的骨瘦伶仃下去，唉，倒不如那圆溜溜的葡萄，富态可爱啊。凤娃，交给你个任务，
把他带回宫里去，好好给他补补啊。他现在七大姨八大姑多得很，不归我管。你还说我呢？那你呢？你身为一个狐狸仙，为何真身只有1条尾巴？我听说灵狐上有8、9条尾巴，何况你这天下第一神狐，你为何如此寒酸啊？你不觉得有9条尾巴傻气得很吗？会吗？我若将尾巴垂下来行走，就像个移动的大扫帚；我若将尾巴竖起来，不就像一只开屏的孔？哦不，开尾的穗禾。穗禾。还是你现在这样，比较顺眼一些。就是吧。殿下。啊。哎，莫在人后嚼舌根，看见没？说孔雀，孔雀就到。好巧啊！姨母唤我来叙话，本想拜见之后再去七梧宫中小坐，不想却在此处遇见了殿下。拜见月下仙人，穗禾这厢有礼了。乖。一直听说夜神与水神长女有婚约，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如今锦觅仙子东风已至，恰恰又是花神之女，可真是百花齐放。不知婚期可定？届时大宴可莫漏了叫我。婚期呀，婚期应该快了吧？母神还等着你呢，别让母神等着急了。殿下所言极是，穗禾这就告辞了。锦觅，婚期定了，一定要告诉我啊！一定一定，放心吧。你干嘛这副表情看着我？我问你，你真的要和瑞玉成婚吗？不行吗？大家都挺开心的啊。爹爹跟林秀仪他们也同意，都觉得挺好的。为什么你每次听到我的婚事，都要这副表情啊？哎，旭凤，你这孩子好什么好啊？你就应该跟旭凤在一起啊！你觉得他好啊？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！我不会跟你抢的，放心吧。你。凤娃，凤娃，凤凰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只不过是之前的温真剧毒留下的旧疾，忍忍便过去了。既然有病痛，自需及时问诊啊，怎么可以忍耐拖沓？哎，师傅，我这就带你去找老君去。狐狸仙莫急，我可以救他。你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病了呀？这个可是我最宝贝的侄儿了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放心吧，我这备有祖传的夜幽藤，专治温针之毒。啊，花界圣草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儿。好，快，我们送他回七梧宫去。好，走。哎呀，小锦觅，凤娃就交给你了，好生照顾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还好把上次种的夜幽藤做成了药丸，不然的话，真的该束手无策了。你醒啦？这个是我刚刚给你弄的夜幽藤水，既然你醒了，那你自己喝吧。你怎么了？头疼。头疼？你刚刚不是胸疼吗？怎么又头疼了？反正就是浑身疼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疼。
这便是常言道，多行不义必自毙吧。谁让你平时老仗着灵力高欺负我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。我先扶你起来，把这个药喝了吧。怎么了？太烫了。哦。又怎么了？太苦了。现在试试。又是怎么了嘛？太什么？你就是不想吃是不是？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那我就用上次的办法来喂你了。你这夜游藤是不是放的时间太长了，药效都没了？为什么我喝完还是这么难受啊？不可能呀！你怎么了？我现在有胸口疼，该如何是好啊？要不然我帮你揉揉吧。是好。躺下。睡着了5次，一晚上整整5次，中了5次油藤才安生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哎呀，原来你对我还是有几分上心的。你说你死都死了，眼珠子怎么还能转呢？不对不对，你得翻白眼、吐舌头，脖颈子僵硬倒下去，会吗？看我的啊！翻白眼，吐舌头，学一个。你这个眉毛也不对，你这个眉毛吧，还得塌一塌，这样。我说你一个堂堂的神兽，你怎么连装死都不会呢？怎么这么笨啊你？你干嘛？哎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保持啊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动。这回死得不错，死得不错啊！哎，延寿，继续这样死下去。延寿，这是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你不错，得到了5分真传，继续努力。为了奖励你，明日我给你换个菜式吧，卷心菜怎么样啊？原来是蜜儿你
所谓读破万卷书，不如一技随身棒。我看这小兽羸弱得很，我怕以后其他的神兽欺负它，所以将我仅是独门秘诀传授给他。这上天入地、奇技淫巧的，都不如这炸死一招管用，是不是啊？小鱼仙官，你想学吗？要不要我也教教你啊？我不学，也不会让你学。只要有我在你身边一日，我便会护你平安康乐一日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一丁点机会使用此。仅是独门保命之窍。小鱼仙官，你这个眼神就像喝了10坛桂花酿一样，像是中了什么魔了。爹爹，水神先生，蜜儿，昨夜你去哪儿了？昨夜啊，昨夜我听闻叔父最近迷上了折子戏，昨日因缘府里关系，而蜜儿与叔父素来投缘，怕不是被叫去府中听戏了吧？哦，对，昨日我去听戏了。月下仙人喜欢人多，下次爹爹跟我一起去吧。月下仙人看见你肯定欢喜呢。我姓喜静，那些喧闹之声我消受不起。你若喜欢，自去便是了。哦。今日花界无雨，怎么却出来彩虹了？蜜儿贪玩，我怕她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便用水雾架起了虹桥。如此，蜜儿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抬头，便可看见回家的路，便可一起，在虹桥的尽头，还有一个默默守候的。还有一只默默守候的野兽。他哪里像默默守候的样子？夜神殿下，实不相瞒，原本我想取消你和蜜儿的婚约，只不过前几日路过北天门，恰巧碰见你二人互诉衷肠。我虽然厌恶天家，却不能让自己的女儿步他母亲的后尘。爹爹，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让你和心上人终成眷属，美满此生。天上人间难得是真情啊！这几日我见夜神对你情真意切，做爹爹的也就安心了。夜神性格温顺，办事妥当，是一个值得托付之人。蜜儿心浅，夜神日后要多多担待。蜜儿，你既然主意夜神，那就要心无旁骛，方能长久。不要让夜神再为你担心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润玉一定不负先上所托，好好照顾蜜儿。蜜儿与先上刚刚相认，父女情深，理应多些时日相处。那润玉就先告退了。走了，眼兽。走吧，弟弟。夜神性格温良，实乃良配。看来爹爹很喜欢小鱼仙官嘛。蜜儿，今后七巫宫那里尽量少去，不要让夜神担心啊。为什么呀？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如果那样，凤凰该不开心了。火神虽然出类拔萃，但是他久居上位，性格孤傲，眼里又不容瑕疵。况且他少一些宽厚仁德之心，其母又……罢了。总之，你和润玉已有婚约，就要好好顾及他的感受，不要让他再伤心了，可知道了？前线军报，望城河下游西北角一带，魔界西城主与北城主争夺地盘，
兵祸连绵数月不止。又是忘川，难道魔界三王竟袖手不管吗？陛下，我们必须早做应对，免得殃及天界。伏地母神无需担忧，儿臣一直留意前线军情。魔界两城主素有积怨，一向不服三王辖制，眼下仅限于群魔内斗，争抢地盘，并未越界。启禀父帝，儿臣以为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忘川乃天魔边界，地处要冲，此乱可大可小，不可轻视。儿臣以为可调一支精兵开赴前线，驻扎在忘川上游，以为威慑。旭凤言之有理。近年魔界骚乱不断，旭凤，你必须多替父帝分忧啊！天后费心了。陛下言重了。屠瑶也静心反思，思及过往所行，确有不当。从今以后，屠瑶必会忠于陛下，忠于天界，尽心尽力。儿臣愿亲自带兵前往守卫。儿臣也愿前往。好，火神即刻前往五方天将府，亲自抽调一批精锐部队，前往忘川。如有变故，相机行事。儿臣领旨。我现在怎么这么厉害了？蜜儿，爹爹，林秀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愧是师尊啊！嘉兰印一解，蜜儿的修为果然是一日千里。蜜儿，你要好生修炼。你爹已经向天帝奏请，准你进仙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爹爹。锦觅，怎么了，连翘？乌鸦来了。啊？烧焦的那只。凤凰，它在哪儿呢？在外面等你呢。客从远方来，当见见地主之意，去吧。嗯。你的凤翎呢？我给摘了。你怎么能摘呢？这是护你平安的，快带上。爹爹让我摘的，这里是花界，很安全的，放心吧。是啊，如今你有了爹爹，还有那么多人在身边陪着你、护着你，我又算你什么人呢？怎么不算？你是我的。我是你的什么？火神远道而来，何不进去宽坐小叙呢？爹爹。见过先生，小神前来只是跟锦觅辞个行，便要率军开拔了。一日有暇，定向先生请教博弈之道。殿下志在四方，奋发图治，实乃天界之福。凤凰，你要去打仗了吗？那你要多多保重啊。只是我这一走，就不能亲眼见证你的进仙仪式了。不碍事的，我去给你酿一壶桂花酿，等你凯旋时，我为你庆功。好，为了你的桂花酿，我也要早日凯旋归来。嗯。
洛林，好，这是我刚学着做的，尝尝。有劳了。今日见了火神，可与他把话说清楚了？火神今日神色匆匆，出征在即，如果此刻劝他离开密尔，恐扰了他的心神，与战不利。我打算等他班师回朝之后，再找个机会与他恳谈一番。旭凤那孩子，光明磊落，一身正气，倒是与他爹娘截然不同。看他对蜜儿用情至诚至深，并不亚于润玉。若非他是天后之子，倒也不失为一位良人。锦觅和润玉两情相悦，况且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无论火神是谁的儿子，都不该介入他们二人之中了。花界精灵锦觅，天资敏慧，明心见性，皈依太上无极大道，特进一品上仙，望尔行合于道，保清修于往谢，故磐石于千秋，皇天厚土，实所共建。小心丈量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抛下这些俗物，云游四方？等我统一了这6界，我们再生一对儿女，男孩就让他继承大统，女孩就让他新任花神。那时我们就祭请山水，保有9天，可好？儒家有女初长成，我们的心愿便由她来圆满吧。天帝陛下授青莲冠。仙子锦觅，乃仙花神之一脉，理应承继花神之衣钵。如今花界群芳无首，宜加封锦觅为花界新任。陛下，且慢。老君有何高见呢？
启禀陛下，精灵飞升，直受上神，天界尚无此例，与道统法统皆不合，望陛下还要三思啊！天后又有何高见呢？陛下，元姬仙子有要事启奏，陛下不妨听听，再做决断，免得误了孩子的前程。元姬仙子，你有何本要奏啊？启禀天帝陛下，近日天象异常，6界生灵各族恐降灾祸，小仙反复推算星象，方追溯到源头。此番缘由，皆因锦觅仙子。我？荒唐！锦觅尚未进仙，有何能力影响天象？元姬仙子恐怕是高抬了小女，也许是推演有误，也未可知。小仙已推算了100遍，否则岂敢奏明天地？锦觅仙子本性善良，可当初偏就是个元神寂灭的天命之理，此事斗母元君也是知晓的。水神，可有此事？师尊确曾点拨。虽说眼下灵力提升，但锦觅仙子从一介精灵修炼，先天灵力不足，后天又历练不够，神元尚未修炼纯净，便晋升上仙或上神，恐怕有损6界神本，故而生出了天象异兆之警示。锦觅现已今非昔比。锦觅仙子虽然受了诛仙的灵力护体，可是却不能顾其本源，这一点，相信水神比本座更清楚不过。既然如此，元姬仙子可有解法？解法嘛，自然是有，只是不知锦觅仙子答应不答应。是何解法？自然是历劫历够了，便就解了。历劫？6界之中，凡人最苦。所谓人，生来就是吃苦的，只需要锦觅仙子洗去在天界的记忆，去凡间历劫数十载，于天界来说，也就是数十天。这番走一遭便可。原来这么简单啊！啊，那好说好说。不过天帝天后，锦觅有个不情之请，如果真的去历劫，能不能把我投到上古啊？为何？因为上古的驴肉火烧闻名遐迩，锦觅垂涎慕名已久了。锦觅，此事关乎神本，也关乎锦觅仙子的仙缘。待她历劫归来，自然水到渠成。陛下意下如何？好吧，既然锦觅仙子你也愿意历劫，那么为着锦觅仙子的仙缘，也为着天界的神本，仙子锦觅，锦觅在，你回去准备一番，3日后下到凡间，待你历劫归来，便可正式晋升为仙。是。先生，天后娘娘有请。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，这凡人的命里，务必经南斗过北斗，
最后全由元姬仙子负手乾坤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几千年来，你尽忠职守，任劳任怨，本座自是看在眼里。你推演6界命理，阴阳调和，自是功不可没。天后谬赞，职责所在，小仙也只是谨守本分。今日叫你来，自是有事情让你办。你若办好，那自然功劳少不了你。请天后示下，凡力所能及，小仙定尽心尽力。这凡间最苦的劫难，你可知晓？回禀天后，这凡界凄苦一层套一层，各有各的苦，实在是难以定论。那就给锦觅安排一个凡人里最苦的命数。这个锦觅仙子仙根不稳是真，但修行上佳，倒也不必令那最苦难的结束。哼，小小的精灵，妄想着升仙封神，生生夺了6界精灵的符纸，在天界里传出去，天界威仪何在？岂不是个个小精灵都妄想着位列仙班？既然是渡劫，就必须得经历最不可能化解的劫难，渡过了才叫渡劫。天后说的是，渡劫并非易事，只是小仙位卑。你尽管放手去做吧，若做好的话，本座必定铭记于心，你的仙阶也该进一进了。若是你做不好的话，天后厚待小仙，小仙感激不尽，小仙必当竭尽全力。小仙这就回去准备一番，3日之后，便将锦觅仙子送入凡界。先生，火神殿下有请。啊！哎，请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哎，这军令如山，凤娃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为什么我一不在，他就生出无妄之灾？这次又是谁啊？这锦觅力劫飞升呢，乃是天地明发上谕，势在必行呢。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啊，不如先听听元姬怎么说。火神殿下，仙子免礼。姬姬，红红，你这可是要转行投军了。这3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给人保签拉煤啊，乃是老夫一生志向，我岂能半途而废？那你这不是要撮合仙魔恋了吧？可是这军帐之中都是些糙老爷们儿啊。听说今日在九霄云殿上，元姬仙子当众展示了一番推演绝技啊。这个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只是事关天命，亦关乎锦觅仙子的仙缘根本，不得不据实以告。元姬仙子可知推演不准的后果吗？小仙岂敢不知，只是小仙职责所系，不敢出半分差池。不知仙子此次安排锦觅下凡历劫，布的什么命理啊？这个立的什么劫，受的什么命？父母如何，家境如何？平日里接触的每个凡人都是什么来头？历劫长短，诸如此类，可有具体的条陈呢？这个所谓凡人，都有凄苦，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爱别离。这个万望火神殿下体谅。既是历劫，锦觅仙子此次自然是要凄苦皆尽量多受疾苦。若能凄苦全受，叔父我自然会给锦觅签个好郎君的，这个凤娃放心。叔父想让锦觅跟哪个爱别离啊？
啊，不可以。不若，咱们给锦觅仙子安排一个天煞孤星的命格，身份便是那看破红尘的出家人，殿下意下如何？不可以，真要悟出什么来，你们哪个能负责？那再不若给他安排一个男儿身。不可以。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有了，凡间有个圣医族，擅长炼药，他们追求以圣洁的灵魂为他们的王祈福延寿，是以100年来只有女子，且皆为处子。别说是陌生人了，就算是只不认识的鸟儿虫儿都见不着。偶尔外出，他们会抱养那些被人遗弃的女婴，以延续族人。此族对圣女的规矩极为苛刻，一生不能露真容于男子，不得婚嫁，如此就更别提爱别离了。那暂且先这般定下吧。唉，这母子2人生生是要气死本仙。那鸡鸡是听天后的还是听徐凤的呀？我长凡人命数位卑权重，若是轻易屈服强权，还能500年、1000年的干下去？自然是要听天地的。好骨气！给他们撑腰的是天地，2尊大神谁也开罪不起。幸好我灵机应变，想出一个2全之策。什么呀？本仙给锦觅仙子排的是圣医族里面最凶残孤寡的命格，管叫天后满意，也可叫火神安心。好计谋！那老夫这一展身手的机会也终于来了。又改行做裁缝了？自然是给渡劫的小锦觅穿红线用啊。个老子的，天后要越俎代庖，旭凤想自作主张，怎么可能？他们只管神仙的事儿，可这凡人命数里的姻缘却归我管。此番只是不许锦觅爱别离，可是除了爱别离之外，到时候他要经历了什么戳心戳肺的情节，那可怨不得我们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可不正是？我们可是清白的。不打紧，不打紧，不才7苦吗？这些什么生老病死、爱别离的，可比9981难简单多了，不是吗？爹爹，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师尊曾经点拨，却没说破，没想到在此应验了。虽说去人间历劫会受不少苦，但若可以化解天劫，固本培元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诸位仙上莫要担心，人间历劫不过区区数十日，蜜儿是我未来的妻子，虽然不能干预历劫，但是润玉愿意下到凡间，陪蜜儿一起经历这人间的悠悠岁月。未经通报就擅闯七蜈蚣，我当是谁呢？今儿个吹的是什么风啊？把你给吹来了。锦觅仙上，聊天师兄，仙上可折煞我了。当年你还在七蜈蚣的时候，也没听你这么叫过我呀。如今你已经是仙上了，就别这么客气了。况且你已经许了人了，就别再骚扰我们殿下。一日同门，终身同门。廖听，你、我、飞雪还有凤凰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，你可别想丢下我哦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
哦，这是我自己酿的桂花酿。我本来想着等凤凰班师回来为他接风用的，可是这不，我马上去人间历劫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几天后才能够回来。我方才把他们从花界挪到了这里。哦，如果凤凰先回来了，你要告诉他哦，我把桂花酿埋在这儿了。算你还有良心。你放心吧，殿下，他一定会等你回来再喝这些酒的。嗯。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没事，都埋歪了。起吧。殿下，西城主和北城主今日均无异动，双方都已鸣金收兵。知道了。今日是锦觅下凡的日子，希望还来得及话别。此次魔界并没有进犯天界的意图，只是内部的地盘之争。殿下料敌机先，属下实在佩服。此处离变成王的领地不远，绿茵的暗哨也已经埋入了两军阵营。如果真有异动的话，变成王不会坐视不理。传我令，命破军行军带领右军继续防守坚实。有他在这儿，我便放心了。你带领主力撤回，我先回去向父帝复命。属下明白。爹爹，你好好保重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锦觅仙子，快请吧。你们很快便要相见了，不过，终究是要诀别的。肉肉，我们真的还能再次相见吗？估摸着，凤凰喝完那坛桂花酿，我也该回来了。锦觅，你要多保重，此去一别，就不知何时能再见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锦觅，永别了。什么永别了？误了时辰，命数会差之千里，也会影响历劫的质量。人生苦短，转眼一瞬，入这因果天机轮盘转一转，眨眼的功夫就焕然一新回来了。殿下，您可回来了。殿下，属下方才见一黑影潜入子方云宫，属下以为是属仙余孽，便尾随其进入了偏殿。
不料母神可有危险？天后娘娘一切安好，只不过属下在无意间听到了那人与娘娘的对话。原来天后娘娘故意将您支去忘川，想要趁您不备，在人间杀了锦觅仙子。我要下凡，让开！天门宵禁，殿下见谅。凤娃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都没来得及跟锦觅道个别。锦觅现在何处？都已经下去了。快叫我和锦觅拴在一起。好。启禀天后，二殿下方才冲向南天门，要下凡，见天门宵禁，殿下他向因果天机轮盘方向去了。和我争，这因果天机轮盘一入，你便是有去无回。看你还怎么和我争！哎，殿下，怎样才能收回利剑？这劲都进去了，可让小仙如何收回呀？殿下，元姬仙子只是在履行职责。殿下，殿下！旭凤，殿下！梁元金照顾好凤娃。元姬仙子，我定会为二殿下和穗禾公主安排一个上格之命，让二殿下在人间文能满腹经纶，挥墨高凌；武能安邦定国，威名远震。让穗禾公主貌美富贵，集万般宠爱于一身。总之，让二人在人间顺风顺水，安度一生。好，你知道怎么做就好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怎么是个女娃？是真晦气！哎呀，赶紧扔了，咱家多不起这一口饭。孩子，是娘对不起你，希望老天开眼，能为你谋一个好人家。不对，既已入秋，斗柄当冲西。蜜儿也该降生了。
拿下。哎，好的，往那边去杀，这边。快点吗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要切得脆一点。好嘞，我来。谢谢，这个拿到我这儿。你把这个拿到那边去杀。好的。我看一下。可以了，慢点，慢点。拿到那边去杀。好，拿过去吧。好。这边要分类哦。这个可以了，拿回去吧。哎，好。收了吧。慢点切。快了，可以了。等我一下，真乖啊。是不是啊？这是什么？你觉得他是弟弟还是妹妹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他是弟弟。我觉得他是妹妹。你呢？你猜他能有我们这么好看吗？他一定没有我们好看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呀。乖啊。哭了。圣医族僻壤之地，远离尘嚣，算得上是一方净土，正好有利他修行。你且看一看，是否有人干预插手紧密礼节。倘若一切正常，便返回天界吧。此事不宜声张。是。倘若有何变故，及时密语传回。参见天后。穗禾和旭凤可还好？回天后，两人皆安好，于凡间的一王公降生。你设法恢复穗禾的记忆，好让他们俩趁此机会培养感情。是。那锦觅如何？天帝派了元姬仙子，日夜看护锦觅，属下一直没有机会动手。罢了，先缓几日吧，免得天帝抓住本座的把柄。祈愿明白。你的灭灵剑练好了吗？回天后，灭灵剑是以奇渊的骨血炼化，颇费些功夫，还望天后多宽限几日。几日？那好吧，那就再多宽限你几日。谢天后。我叫锦觅，无父无母，从小被姑姑收养。锦觅，怎么我跟你一起去采药，每次都下雨呢？而我自己去采药，却不下雨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真倒霉。羌活，我的好姐妹。12岁时，圣女给先王殉葬了，长老们和姑姑商议，公推我继承了圣女的衣钵。羌活，我的头有点晕。锦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毒了？来，你先在这靠一会儿，我去叫姑姑救你。
锦觅，你身上有一条虫子。冷静理智如我，冷静理智如我。可以入药啊！你把我衣服弄脏了，我一定告诉姑姑。告诉他我也不怕，谁让你先吓唬我的？别跑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羌活，其实呢，我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你。我从小到大都能看到神仙。